电梯战神有多能打。卡加完他。丁青封神之战正式拉开帷幕。地下停车场里，丁青在一帮小弟簇拥下走向车位，定格画面能瞧见他总共带着10个小弟。现在是帮派权力交接的敏感阶段，这说明丁青在安保方面做了些准备，毕竟这是自家公司的地库，所以这些手下都没随身带家伙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辆车突然打开远光，从出口方向逆行过来，这摆明了不对劲。紧接着那车猛踩油门，直冲丁青一群人撞去，大伙儿猝不及防，当场被冲散。好在丁青躲得够快。导演之前就为这场戏埋下了伏笔。几天前，李仲九曾让司机搞过类似的恶作剧，当时李子成还下意识替丁青挡了一下。可这次是李仲九精心策划的伏击战。丁青抬头一看，对面电梯厅前也被车子堵住了去路。李仲九安排的人手远远超出他的预料。丁青火气上涌，直接空手开打，连续挥拳猛击对方头部，侧身灵活闪躲。抓住对方手臂，顺势来个过肩摔，扣住手腕，狠狠撞击。丁青赤手空拳，近身肉搏。他生性凶狠，能从小弟一路拼杀到大哥位置，又怎么会是等闲之辈？但空手对兵器，终究是九死一生的局面。抬腿反击，膝盖顶撞，再接猛击。丁青扯下领带，缠住受伤的右手，一来止血，二来也能缓冲部分打击。一拳超人马东锡在对抗江海上持刀时，也用过类似招数，把皮带绑在手上。从这里能看出，丁青实战经验非常老道。可就在这时候，通道两头又有车子开了过来，丁青已然察觉到，这根本不是普通打斗，而是预先布置好的天罗地网，重拳砸向对方心口。撤步躲闪，再撤一步继续闪避，在连续2次闪躲后，那一棍彻底挥空，接着右拳反击，左拳在上。抓住对方手臂，反关节压制，丁青顺势夺下匕首，紧接着连续扎向对方后腰。有人抡起棒球棍从背后偷袭，这一下应该是砸在后背上，要是击中后脑，丁青当场就得交代了。抬臂格挡，抓住机会连续捅刺反击。这完全是一场不对等的厮杀，或者说是针对丁青的单方面绞杀，只有抓住时机突围才是活路。定格画面能看到，短短一会儿功夫又冒出几十号人，这些人用的都是棒球棍和匕首这类冷兵器。因为韩国同样禁枪，加上丁青所在的金门集团正处在洗白转型期，所以只有最高级别的杀手才有可能配枪，普通帮派成员基本都用冷兵器打斗。从镜头来看，丁青的小弟们掩护他突围的方向正是电梯厅，可这时候电梯厅那边也有不少人涌过来了。很多观众可能没注意到，这群人并不是李仲九的手下，而是赶来支援的丁青人马。定格画面里有2张熟面孔，这俩人是李子成的心腹，之前在石会长葬礼上就是他俩守门口，后来李子成黑化时也多次出现过，但毕竟事发太突然，赶过来的也就10人左右，根本不够用。而且大远觉得这批人肯定是跑楼梯下来的，不是坐电梯。丁青在一帮小弟掩护下撤进电梯厅，可他犯了个大错，那就是紧急情况下坐电梯逃生。没料到李仲九还留着后手，丁青再次掉进对方精心设计的陷阱。如果说地下车库是李仲九给丁青准备的坟场，那电梯轿厢就是移动的棺材。来看看电梯战神怎么应对。丁青先快速调整站位，正面迎敌，这是相当聪明的选择。在这种狭窄空间里，背对敌人等于送死。同时能看出丁青手里有家伙，不是空手。此刻电梯里的打手显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抓住对方手臂，顺势扎向后腰，推开他，避免妨碍防守空间。右边2个杀手吓得缩成一团，前面那人应该是混战中被丁青划伤了。这种局面就算是进攻方也心里发毛。抓住对方手臂，顺势捅向脖颈，继续压着打。这时候丁青后背对着敌人，非常危险，但后面的杀手并没有造成实际伤害，转身拉倒对方，背部压制，回手一刀。在丁青向后出刀的瞬间，对面打手趁机攻来，一刀扎中丁青左腰。在电梯这种又窄又封闭的环境里搏杀，其实没太多花哨技巧，拼的主要是胆量和狠劲。反手滑刀反击，转身捅刺，再补一刀。丁青不恋战，迅速退开，顺势反手滑向身后杀手，再次靠墙保持正面迎敌。在这种又窄又挤，对手还带家伙的环境里，进攻方也不好受，他们也怕死，没人愿意当肉盾，而且一窝蜂冲上去也容易误伤自己人。抬臂格挡，抢位前冲，抓住对方手臂，顺势转身猛撞。丁青趁机制服一人，但他没拿对方当人质，因为这么做没多大意义。此刻的丁青已经快撑不住了，勉强在捅几刀后，还是被对方逼到角落得手。镜头一转，除了丁青这边，李仲九还安排了2路人，一路去解决丁青的私人秘书，因为此人是丁青的智囊，知道太多内幕；另一路去干掉丁青的心腹李子成，直奔他家里去，却没想到原来警察早就等在那里了。这些人是江科长提前布置的，因为李仲九之所以下决心除掉丁青，全是被他挑拨的。
응? 너 누구야 이 병신 새끼야? 뭐? 이런 얼마나 병신 새끼냐는 지 자리를 그렇게 홀랑 뺏기냐? 골드문이 언제부터 짱깨 새끼들 거였어? 골드문은 원래 니들 재범박가 아니야? 누구 때문에 일이 이렇게 됐는데? 근데 그 신고 누가 했을까?原来江科长趁丁青和他碰面的时候偷拍了不少两人的合影，这让李仲九以为丁青跟警察勾结，从而认定是丁青举报了他。以李仲九那种目中无人的性格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而李子成并不在家，除了江科长为防止李仲九报复提前安排的警察之外，暗中保护的还有李子成自己的人。这些人未必知道李仲九的报复计划，只是李子成留的后手。因为江科长挑拨李仲九出手这件事儿，并没有提前通知李子成。画面一转，丁青瘫在角落里，已经受了重伤。 씨발 모질이 새끼들 중국아 시키더라 경찰적 용간에 놀아나는 거 丁青看着粗犷，但心思很细，显然他也明白这是李仲九被警察挑拨后干出来的事儿。李仲九被抓进去并不是丁青举报的，他甚至第一时间就去探监，还答应请最好的律师。但李仲九对他积怨太深，反倒更愿意相信警察的挑拨。电影通过镜头切换带过了电梯里的部分打斗，此刻电梯里还站着的打手只剩3个人。 씨발 우리 재범파 식구들이 죄 개 호구로 보이느냐 이 씨발 짱끼 새끼야? 丁青拿命换命，这种绝境下居然还能反杀一个。此刻电梯里剩下的2个人已经吓得浑身发抖。 들어와 들어와 이 씨발놈들아 들어와 와 最后只有一个杀手挣扎着倒在电梯口，他不是得手，而是在逃命。丁青冲进狼群，硬是撑到了警察赶来。电梯里埋伏了6个杀手，本以为丁青必死无疑，谁知道这些人反被丁青一个人给收拾了。就算美国队长在电梯里被围堵，也得捂着肚子出来。丁青靠着一股信念硬撑最后一口气，因为他要跟李自成做最后的交代。 어이 브라더, 너 많이 힘들어겠다. 这句话直接扎进李自成心里，他已经知道兄弟是卧底，也清楚对方正处在两难的境地。李子成听了强忍住眼泪。 그러지 말고 이제 그만 선택해라. 注意，丁青用的是选择这个词，他没有逼李自成站队，黑也好，白也好，他都尊重兄弟的决定，但还是给出了自己的忠告。 형 말 듣고 이 빙신아. 그래야 네가 살아. 너 지금 뭐하냐? 형님. 아, 형. 야, 이 개새끼야. 너 만에 하나, 10,000,000분의 하나라도 내가 살면 너 어떡하려고 그래? 나 감당할 수 있겠냐? 这是整部电影的核心转折。丁青只剩一口气，死亡已经无法避免。他自己摘掉氧气罩，代表着把权力交给李自成。他手里握着对方卧底的证据，只有自己死了，才能让李自成摆脱身份煎熬，避免兄弟自相残杀的困境。 지지, 어셔지. 나도 짜이는 화자 국민발마. 丁青最后点醒李自成，让他看清现实，也是想把事业和手下托付给他。丁青的死会成为压垮李自成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在丁青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锁着的正是李自成的警察档案。如果丁青没有硬撑着见他，或者死在了别人手里，那份证据就会变成致命威胁。丁青替他扫清了通往权力顶端的最大障碍。这次送的礼物不再是假货，而是真品。电影开头，丁青曾答应下次给他买块真的，这块正品代表他对兄弟承诺的最终兑现。而手表和卧底资料放在一起，意味着丁青清除李子成的真实身份，但依然选择信任并成全他。至此，李子成终于下定了决心。电影的高潮即将来临。